妈的话，要听妈妈的话哦。开箱妈妈的家，居家环境突击检查。牺牲的太严重，你知道吗？要不要把它拉开一下？对，没关系，不用拉了，不要太阳大，很热，老师很热，哎呀，死掉啦！你看那个锅盖上面，这个是什么？热的耶！哎，我以前以为我老婆是一个超完美娇妻，我想不到阿德老师才是超完美娇妻。可是我没有要讲。呀，今天终于啦，那么多次，对不对？这么多集，今天终于第一次要在外景来开箱了。开什么箱呢？为什么有箱子就是来开箱？姐姐，你刚完全把我挡住了，姐姐。真的吗？因为他们说哈，你这个镜头不好看，不好看，那就先这样好了。对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带箱子来呢？你知道吗？好大声带，真的假的？有点大，有点大。大家都有开箱的经验吧？对。因为呢，我们节目里面呢，很多妈妈们呢，都会在那边，你知道，虚张声势说哦，家里居家环境清洁，它多重要、多注重的。哦。结果要到现场看才知道，是不是这些人都在卡？刚刚有小音了。看看这些妈妈们到底有没有做他们平常做的。对，今天要开箱很重要了。今天要开箱的内容呢，要请到专家来了。好，欢迎老师。今天你的责任重大哦。今天我们就是要去突击妈妈的家里。那你有没有什么几个我们等一下进去要检查的点？通常我们一进去一定是先开放空间，所以是先客厅。那客厅就是看他东西有没有收干净，有没有做好清洁。OK。然后呢，这样小朋友就要看，因为小朋友在那边活动安不安全。是。对，所以说那些都要注意。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看厨房，因为厨房很容易藏污纳垢。哦，对。而且厨房很多东西你只要放不好就过期。是。那小朋友拿了吃了就拉肚子。真的耶。对，那个清洁也蛮重要的。戴老师来对，居家环境的防护跟清洁都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就看浴室，好，因为浴室收纳不好，半手半脚也很容易会跌倒。对，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都很脏啊，都找不到。这老师好像你讲的这样很笨一样。我跟你讲，回事啊？我跟你讲，你只要去突击，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里都这样。哦，是，好的，他到家了吗？他已经回来了。到家了。那我们要去突击喽。你这个箱子要不要？走啦，我带你们俩去开房子。是的，今天咱们外景计划特别来到台北市的大安区，就是要来验证平常在摄影棚里头说的一堆好家事的妈妈们，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那么贤惠？今天被吴玉锦开箱突击的妈妈到底是哪一位呢？嘿嘿，精彩的来喽！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讲我们要来，但时间是下个礼拜。你怎么那么坏啊？一定要跟他说的啊！他是下个礼拜他就不会提前，因为提早1个礼拜他应该不会这么早准备吧？可是你知道她老公很凶哎。对，她老公本人就是一个人间凶器，那山顶洞人。是，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按电铃这个重责大任，当然就是交给你哦。我吗？对，我不会是我吧？你今天带老师来，当然是他老师。今天拇指还好吧？可以按电铃哈。可以，但是我怕断掉。为什么他是弄起来了？这是电铃吗？你推太远了，你要不要去最底？那是电铃吧？去最底。大飞勇敢点，乖乖去按电铃吧。还是有在胆小小吴哎，你要不要把它就撕开？哎。太多下了啦！你们怎么今天来？我们不是约下礼拜？他的主意，是他本人。我们约下礼拜的耶。哎，下礼拜来的话，我们就。我素颜的。下礼拜素颜，我不会拿去家里。没关系，素颜没关系啊。谁啊？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是下礼拜来的话，那你就真的会有时间可以整理东西。我素颜啊！真的不能剪，真的不能。为什么？再小哥打个上。对，你这次有通告费的，有通告费。我也有啊。有，而且今天小朋友也有。那种为钱的，不行，我讲。好，那我谁钱的钱啊？我跟你讲，怎样？有10个便当。什么口味？有鸡腿，什么都有，排骨、猪脚都有。怎么老说买啊你？
哎嘿，今天要突击检查的主人翁就是听妈团的萱萱和老公哈孝远的甜蜜小窝。不过，经过认真勘察后发现，这间15坪左右的楼中楼虽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要挤进哈孝远这位200公分的大汉，再加上有点生活两光的萱萱，还有可爱的1岁儿子哈宝需要的幼儿空间，这一家3口的居家环境真的 OK 吗？小珍大非议，你们绝对不要放过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啊！哇，这个是哈宝宝玩的地方哎，你们现在就跳进池子里了，好有童心哦，真的耶！而且从小你看，就训练他投篮球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 concern， 就是他有很多绒毛娃娃，他也知道绒毛娃娃最容易积尤其这种长毛的。对啊。而且你这边还有西晒哎，而且这个窗户是怎么回事？好脏哦！没有，我跟你讲，外面洗大楼的工人没有很认真洗啦。你确定那是外面不是里面？等一下，我坐在这边一直有觉得灰尘飘下来。没有，没这样，太夸张了吧？哎，而且你仔细看，里面还有毛发这一些。哦，它这个沟缝里面都是那个耶。对呀，还有发难免啊。阿 Q， 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次，你头发掉了自己要剪吗？你为什么都不听爸爸话？可是头发看起来不是阿 Q 的头发。今天你戴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空调啊。今天呢要来检视一下你们家的居家环境。对，如果不过关，用不到吧？只要老师说不合格的，我就把它推。我还怕不够多嘞。怎么可能会有不 OK 的？禁止使用暴力哦！我是这边。龙珠啊，我跟你讲，老师以前就是被吓大了，所以他现在很怕。我跟你讲，老师你仔细看一下这一区怎么问题出在哪里？小珍，你把那个拨开了。不要。我也觉得太快了。你看，哇！什么？自己看都是尘螨呐。看得到。这里面都不要拿出来！哦，我找很久了，我就是哎呀，还好啊，你们终于找到他了，还真是。你看，都在飘。对啊。而且你这边尘螨的话，你又有这些绒毛玩具，其实它真的很容易，就是这样吸，因为吸晒会长更多。但如果他现在在这边晒日光浴的话，这样有帮助吗？我想说可以杀菌。对啊。没有，它提供给他更温暖的环境了，所以它就会长更多。尘螨会小朋友呼吸道不是很好。他会有过敏吗？本来没有的，会不会讲一讲就有？哎，还是他已经，还是这小孩也是，很容易习惯，你知道一些适应环境，对不对？适应环境的人是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啦，对，我觉得这边最大问题，你这个软垫呢是 OK，可是你那个软垫旁边这个啊，你都没有加装那个软垫护脚，对，他如果在这边如果走步往后倒，他就直接撞后脑勺。没有啦，男生无所谓。如果是真的是个女生的话，那我就会特别小心。男生长狗养的意思。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那个窗帘啊，因为窗帘也是很多尘螨、灰尘喜欢的地方。它如果这样子抖一抖，又是一堆。你看，小珍姐那就不要抖啊。抖不要关。而且我跟你讲，它的纱帘还不是最大问题，是里面那一层的遮光帘。这一种的丝绒的最容易会积灰尘的。对啊。这一区要封吗？我觉得就封了吧。你们又在小心一下。这一区你要给几个封条？我觉得那个安全性我是真的非常 care 那个事情。安全性。然后呢，沟缝那个问题、脏东西的问题我也非常 care。安全性跟脏东西那需要两个。因为呢，小朋友很喜欢搬东西，对，他去搬沟缝的时候，他摸到什么他就拿起来舔。把它们贴起来了。玩具贴起来怎么办？熊被贴起来了。你一拔掉，它会有别的事产生。你看，喂，要下来。查封确认。哎，坐嘛，你坐嘛，干嘛啦？不是，我跟你讲，他干嘛啦？我 OK 啊，我觉得他这里很脏。哎，你之前没有脏，我跟你讲，你之前新闻有大家都知道吗？哦，对，就是跟瓜哥一样的，就是肛门瘘管。对啊，因为你这个因为肛门瘘管，对啦，他会对这张椅子通常我一个人在做，那肛门瘘管它有时候的确是会有一些渗血，但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渗血在这啦，因为我复原了，对，而且你放心，我做的都是阿德老师的位置啦。哇，阿德老师，哇，你好，阿德老师，你那个屁股嘞，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红红的，是不是血啊？
没有，这个就是火龙果。没关系。不是，就是火龙果。老师，我问你，有这种材质的沙发啊，是不是很容易藏污纳垢？对，然后呢，甚至其实比如说像你有些写字啊，或者其实它是真的比较不好清，那最好就是要买那种可以拆卸式的啦。但它可是你可以拆也是只有这一块啊，你这后面也不能拆啊。对，这种钉扣可能就很难清。那这沙发跟你领多久？这个沙发没事，是房东的。那房东知道你把病菌留在这里吗？没有把病菌留在这里。我怎么开始决定？每天都有消毒，每天因为有小朋友关系，每天都用酒精消毒。而且像它这种后面是那种古典的，有钉扣又有皱褶，这种其实都很容易藏污纳垢。那这个一定要每天用吸尘器吸的吗？而且最好是你必须一定要稀土一点啊，定期就是用一些小苏打粉。老师怎么有点口吃？老师在跟你说啦，你辛苦一点。这个要小苏打粉。对，小苏打粉你撒一点，然后牙刷刷一刷就可以把它稍微清掉，这样湿纸巾清掉就好。可是每次弄那个沙发都怕说，如果不干的话，它 keep 在里面会不会更潮湿？所以才说你可以用一般软毛的刷体去刷它，不要就是应用什么长露啊去刷，就会破坏这个沙发了。所以说基本上用小苏打粉还算是温和的。可是老师，我每天要育儿，我怎么可能每天？还有或者是说你用像你平常卸妆的卸妆棉。卸妆棉里面有清洁成分，它也可以。而且你后面这边窗帘都还是都拉起来的。对啊，你们西晒的太严重，没有西晒的太严重了。你现在要不要把它拉开一下？没关系，不用拉了，不要这样，大很热，老师很热，不要这样来。哎呀，结果死啦，也快死掉啦！老师，我的天哪，不开就没事啦。而且你看，刚刚觉得说外面窗户很脏，现在看它上面那一条，觉得外面窗户好干净哦。下来的，下面老师，你怎么打开了？我觉得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外面。哎，你那一条都没有吸吗？没有，那个就是这个肉松的肉松啦，肉松，你看，我吃一个。哎，吃，没事吧？吃错手指头了。天哪！它是已经拿不起来。 它这样，你要用点力，它就不要用力，你一用力它起来了，我等一下就这个它飞嘛，要菜刀刮才刮得到。老师，这个要怎么处理啦？这个，我觉得你就封了吧。封，你这个太脏了，真的。这个其实你只要平常每周用吸尘器去吸，它就不会。可是它现在已经丢啊，那它用吸尘器也吸不起来了。你就是用湿的，比如说像酒精类的，你有那种酒精的湿纸巾，含酒精的湿纸巾，它就被封了。 哎，还是弄不起来，老苏。轩轩，你平常潮湿又干，潮湿又干。轩轩，你平常说你有在家里做家事，你要不要顺便把这全部擦完啊？你每天跟我讲说你在家有多辛苦哈？对呀，有搞得这样子，你不要打开就没事啊。他辛苦的点是要把它封住。对。对啊。他每次被打开，他就把它盖起来。对。你想想看，这些它有很多。 哦，而且不好意思，通常是你吃这个，因为只有你睡在这里而已。对。对啊，所以你的那些瘘管、灰指甲会不会？都是从这边开始。我跟你讲，除了这个重点，我跟你讲，沙发底下才是藏污纳垢去了吧？有时候有些东西不见了，一辈子找不到，在沙发底下都看得到。嘉夏，所以你敢看？沙发底下没东西啊？怎么可能？幼稚哎！我整天都在跟我找好久，找很久哎。幼稚！我跟陈建州拿来。哦，我真的吓到了，是我本人的。他的老师夸张了。没东西。各位观众朋友，什么？我找到了一些，你连牙线也偷？什么偷？我知道，番茄酱哎，乱弄。有时候就吃东西擦啦，都擦。我儿子会自己把它乱。还有东西吗？哎，很多灰尘呢。哎，不可能，我每天吃耶。你们家3个没有过敏，真的是太神奇。还有什么？他的玩具。球球。我刚以为你找到一颗，试一下。哎，这很脏啦！不要给他拿很脏。我在玩。不要给他拿很脏。我在玩。然后他丢去哪里？你在干什么？眼不见为净啊！糟糕了你！搜查惊见前男友礼物，哈校园生鸡鸡。你化妆在这里？对啊。底下这不是废墟吗？那块是一个垫子，我帮你拿出来。哎，不用。你等一下，你又拿到一堆那个灰尘尘白的东西。所以收纳的时候，你把它包起来，这边。
那没关系，那前男友送他。封起来，前男友的包封。然后也是很少人会把这个捕蚊灯放在柜子里。对啊，香槟哥是哪个？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又干嘛啦？你看这个人。这个盔甲看似黑武士啊，黑武士看似很正常的，可是黑武士却带有一点白白的东西。那个白白是什么？没有，他有跟刚刚那些东西有关。小朋友说，那你闻一下是不是奶的味道？我不要。好可怕。黑武士都快变白了。我认为整个沙发都要封起来。我觉得是因为织品的东西特别，如果不平常吃的话，一定封。好，老师你先坐下了，不要。老师不要忙今天又不是只有我在查。封。哦，请可以把它拿过来。那椅子真的很有什么？那椅子为什么会这么黑啊？一进来就一直这样在。很黑。哪有？很黑。还好吧？这个椅子有事吗？这你怎么敢做？这通常是我们拿在外面有没有？然后刮风下雨之后才会变这样。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小阿哥吃了肉跟面，然后整个打翻，然后我就越擦越黑，可能是那些鱼酥还是什么的，就越抹越黑。什么肉跟面会一边擦一边吐？不是，就是，其实大概。你到底想讲什么？有时候这东西不小心打翻就会。我知道，他如果现在这个把它拆起来，里面会有肉跟面。天哪，这个应该不用讲了吧？观众朋友临头的梁太太都想疯了。你看，天，这个太脏了，上面都是灰尘哎。你去把这一颗也把它擦一下吧。真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色。最好嘞。小阿哥，你在这个家里怎么生活过来？看他不是吃的白白胖胖的吗？它就是有一个很难讲的呼吸道。我发现他弟弟会来摇这个对啊，就是他一直摇，然后往上看的时候灰尘全部都吃掉，然后就掉在沙发了。不是，还是说你们就是什么东西真的该封的封一封，我一起跟房东杀价。讲一讲了吧，对不对？而且你根本不是房东的问题，你都没有花钱买东西，是不是？进来的根本都不是你的，不是房东的问题，整成这样哎。查封确认。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个小空间啦，就挤满了他睡2天的婴儿床。然后呢？这是98%新。对啊，但99新。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呢？就想说还可以放东西，当一个小收纳柜。哦。对啊。但是你很夸张，你面膜囤成这样干嘛？那个是面膜，那是发霉的芭茶。哦。好啦，这个就算这还算蛮可以移动性的啦。都是小朋友。请问一下，这个镜子是被遗留在这里？我化妆的地方，我多在那个小小。你化妆在这里？对啊。对啊。你脚放在里面是？你底下这不是废墟吗？没有。废墟。底下那是什么？就是一些杂物啊。对啊，就是一个废墟。看得出来是杂物，到处都有杂物。对，它就是废墟。但那一个是什么？那一块是什么？那一块是一个垫子，我帮你拿出来。哎，不用。你等一下，又拿到一堆那个灰尘东西。它好像是一个假按摩椅。它是真的按摩椅，很厉害。它被养大，它夹住了，算了。你真的在这里化妆？那你化妆品呢？应该是放在这里面吧，这个可以掀啊。可以掀，但是我没东西啊。没东西哎。真的没有在用。而且都灰尘哎。你不要打开就不会看到灰尘了。那你的化妆品是干嘛？你们家庭的观念是眼不见为净。对。就是说很多事情在这啦，在这里啦。就是藏在下面。很多事情一体两面的。哇，你这个墨镜你戴起来真的是蛮奇怪的耶。我跟你讲，这样很帅翻天真的。帅翻天哦！各位朋友。好适合你哦。I have a pencil。好大。对啊，好老土的歌。有 pen 跟 pencil， 我看你要合成什么东西来。而且不是阿大，是2，我忘记这首歌。阿大，大的东西了啦。算白的还 OK 啦。哇！这什么？哇，红包哦！你们有在直播？你们这什么？你们有在探险的？平常有在兼职做矿工。为了我的老公，我特地去买了，就那种探险登山店买了一个头灯。我每次都带着，然后呢，你怎么看？然后我就平常帮他剪指甲。对啊，是真的，我媲美自己是邓师傅哎。你要帮他剪指甲？可这样也蛮像矿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这我儿子的肚脐。
哦，对啊，肚脐那个。这是你的肚脐耶，好可爱哟！哦，原来包包都在这里啦。他这样转过来，好，忽然有一刹那很像大，再讲一次。令爸爸不开心好不好？哎，你的包包也算是收纳的还 OK， 可是它都用叠的耶，皮的我跟你讲不要，台湾很潮湿。这样子的小香包很容易发霉哦，给它丢进去。这小小的一个小香包还好吧？而且我跟你讲，看这边啊，就很容易锈，所以收纳的时候你就要把报纸包起来，这边也。那没关系，那前男友送他的。我自己买的。OK。封他。封起来。前男友的包封。封起来。这个后面也是都包包啦。我觉得你包包都用叠的耶，你这样第一你不好拿，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这样子拿一件哦，比如说你看你这个，我现在这样哦，你拿一件，你要拿下面的时候，上面全部都垮下来，是不是？就三包。所以呢，你就用一般的像我们那种文件夹，就是在公司里面常常会看到那种发 A4 的文件夹，这种你拿来送包包刚刚好。对，你来装包包，你看你全部都可以变成直立式。你如果都用直的，然后一个一个放好，而且你还可以分类，比如说这边你还可以写在这边说这边是皮的，什么东西，什么的，前男友送的。对，哇，前男友送的大历列的这样子。而且你看一般的文件夹，它这边有这个像把手，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方便耶！真的耶！我看好像每个篮球员家里都有一堆。对，也不算收藏，就是买一些玩具，男生家里都会买一些玩具。但是你的很特别，对，他应该有一个白咖呢。他主角兽，而且是主角，这是限量版。而且我跟你讲，除了这个白咖之外，他的手也短，他的手也短。为什么？都他啊。有小孩子，然后你看家里的东西都脚也断了。啊，好可怜哦。对呀，这我以前都很喜欢。头也断了，头也断了。我没事。然后也是很少人会把这个捕蚊灯放在柜子里。对啊，而且你看，有没有人看过有人把捕蚊灯跟香槟弄在一起？对啊，什么样的情绪？香槟之后开耶，好亮哦！对，太亮了。有时候我们在家想要一些气氛，就会这样。就是拿香槟，他拿捕蚊灯这样。好亮。其实你这边啊，我觉得那个收纳很大的问题。又怎么了？你的空间几乎都有。你这个嘴巴生气啊？不是，怎么又口吐莲花？我是在帮你。你说这边怎样？你看他的收纳，他这边放东西的地方，他其实都只有利用到这，然后后面都是空的啊，这空间都浪费掉。你干嘛突然间封起来？怎么突然把它封起来？然后如果你又怕小孩子的东西，你的收藏想要放里面，那时候又怕小孩子去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像这种收纳，你到底带多少东西啊？你怎么突然又出现一个？从后面可以拿出很多东西。还刚好对，然后它这样就每一层可以放不一样的。真的是哎呦嚯！然后你如果这边啊，把它全部放满啊，小朋友根本拿不到后面那些你的收藏。哎呦嚯！所以这些盒子可以留下来给我。对啊，不是这么说，就是既然都拿来了，你就不要再拿回去。对啊，然后原来你们一家子都有这种这件事。上面空间完全不会浪费掉，你这边可以一层就收纳很多东西。真的哎。这个是哈孝远怀孕的时候，他老婆陪他拍的。陪他坐月子。啊，请问一下，这个是牯岭街杀人事件簿啊？他的爷爷是不是？这是那个谁，刘川东啊？黄金世代的时候的他，是不是？这是你在新中学的时候拿的。那时候是黄金岁月，什么意思？黄金？那时候的在新中学很强，是顶尖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大部分都跟教练说，你还是要派我上场，球队成绩就很好。所以那时候是有名的。他那时候很有名啊，哎呦，非常有名哎。请问一下，这一张是没有买到符合尺寸的相框的？对，老师这有办法吗？而且这相框会不会太烂了一点？对，还不有小朋友。这样啊？不要什么东西坏都怪他，真的是。他以后长大看这个视频，他这个很难过，很内疚呢哦。好。那你们在看相片啊？现在看到很多是电视后面。你是看好的，你可不可以专心啊？
小珍姐姐我很专心在看电视，后面真的很多灰尘，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讲，改天我去你家开箱，欢迎，不要气不过。对啊，很气哦，屁不不的，我都流汗的。哎，电视怎么这么多指纹啊？脏。没有擦，你看这边也都是他。好，所以电视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用那个吗？酒精这样喷吗？如果你的那个就是电视如果本来就是有一层那个胶膜的话可以，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建议不要。那要跟手机的荧幕一样，它很容易伤，酒精很容易直接上荧幕。那是要用那种擦玻璃的。对，擦玻璃的。哦，所以就外面洗玻璃的大楼的人，进来就说，哎，顺便喷一点，帮我喷一点，还是要擦一下，因为真的蛮脏的。厨房清洁不及格，小珍大被吓歪了哦。锅盖要洗哦。What？ 清洁用品。那你放在这里真的很夸张耶！怎么了？好黏哦！吓我一跳。把手都是油的。好臭！我刚刚放在这里，把手都是油的。摸它这里。摸一下。啊！老师别多说了，在哪里需要封？包包收纳也不行，空气也要封。包包收纳也不行。对啊。好，电视要封吗？电视，不然给他机会让他好好清洁。对啦，给个机会啦。那这里都阿德啊，阿德，这边你已经封了。阿德。那我们就再往你的厨房走喽。好，那你厨房是没有问题，厨房我老婆常用，应该是吗？确定常用哦。常用不是大好就大坏。老婆就是一个超完美娇妻。真的吗？对啊，你自己看看就知道。麻烦帮我嘴巴。查封确认。哎，这小而巧啊，目前看起来好像都蛮干净的啊。挺好的呀。哎，你看那个锅盖上面，这个是什么？怎么了吗？那么饿。这你今天煮的吗？对啊，我煮小朋友的副食品。这是小朋友副食品。对啊。所以是可以吃的吗？你们坐着啦，你们不要紧张，你干嘛？我跟你讲一下我哪里更贤惠的地方。它锅盖有洗过吗？锅盖很明显的没有啊。你看这个，你看这锅盖。锅盖要洗哦。What？哦，璇，而且你有常在做一些油炸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对，它那上面有喷，没有，还有水蒸气也会这样。哦，对，那是水蒸气，对。怎么了？哦，好黏，吓我一跳。你好像卓别林哦。而且你们家不管做什么料理，看来只有一个砧板跟一支那个一个刀哎，是这样吗？底下还有一个。清洁用品。那你放在这里真的很夸张哎。这都是细菌了吧？而且这种木头超会吃细菌的。哦，你这个很夸张，而且切过的砧板那个刀痕上面都会是细菌。没有，我们家砧板不切的。哦，对。哦，是这样的，那是拿来干嘛？打小人？就是放着好看。那你的刀在哪边呢？我就那一把刀。你就这把刀？对。对啊。所以你切生食、熟食都这一把，大人的小孩都这一把。对。这个真的是会做菜的人说的话。这个我就不懂。你无法参与。一个家庭就是最基本至少要几把？其实就是像切生食的、熟食的，这个一定要分开，然后砧板一定也是要2个，一定要生食、熟食分开。哦。结果他们家大人小孩都同一把刀，同一个砧板，非常相亲相爱。哎，那你里面锅子这些都是为什么？你这个本来应该有盖子，怎么不见了？没有，它本来就设计就那样子，它是可以把它拉出来的。可是你这个，你下面这是水槽哎，对，你下面这是水槽，你这样子放这些锅碗，而且你知道这些，你这样叠着放啊，都无法沥干沥水，它这边其实很容易发霉跟长一些细菌。还是其实你们不常在家吃饭？我们不常在家吃饭。没有，不吃饭。刚刚不是说不是在家煮吗？我买回来装的。他处理好，处理好不一定需要那个每天做饭。是这样。那我球打得好，不一定每天打。对。哦。可是你球打得不好啊。对啊。哦，是那个，我忘了。怎么又忘了嘞？哎，哇！但你的那个调味料很齐耶。我就贤妻良母啊。就是刚刚不是说不常会？对呀，你到底你们2个要不要蕊好再讲？到了这个田地，我们不要说话了。多说多错。不说话了。但上面这些至少它这个有用。
对，有用收纳盒。像你看它这个啊，都拿这个柜子什么都可以了。都是要用直立式的方式收啦。它的把手都是油的。对，哇，好臭哦，你对，你好臭。我刚刚放在这里，把手都是油的。而且我现在摸它这里都是粘的。锅铲的话，你们可以用这种伸缩门帘杆，因为它这边这是水槽，你不要放在那个下面。起结晶啊，你就可以这样挂在这。哦，对。哎呦，我是不是在救你们？真的是口吐莲花。对啊，口吐莲花。好，好，你就可以挂了。厉害哦！那你这厨房你觉得要封哪里？我真的觉得下面那个水槽真的很不 OK。下面的水槽封。然后那个电锅锅盖不洗也很不 OK。锅盖也要封。然后它那个背板黏黏的也不行。背板也要封。哎，是不是整个厨房都要封？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封看，封看。口吐莲花。还没看完呢，我告诉你还有冰箱。哦。对。来看冰箱里面。这是霸掌吗？哦，对啊。端午节高哎，是今年端午节的肉粽吗？今年哪是今年的。哎，人家的这个蟹膏感觉很好吃呢，很好吃，配饭超好吃的，真的。你觉得冷冻食品可以这样拿？我们等摄影机再拿，好不好？好。请问一下，你这个面呢、蚂蚱啊、丸子，这都多久啦？还好啊，大概1个礼拜装满一次。哎，你的那个冰箱里面那个每一层都好可怕，都是油哎。又油了啦！已经没有擦，为什么？豆腐啊。你豆腐要放，你要弄那个保鲜膜包起来啦。它这个七星乳切片看起来好恐怖。这个放多久？这是过期啊？没有啦，我们家不会有过期的东西。你是有多累啊？对呀，全部都是。你是出外景的关系，我很辛苦了吧？真的耶，要煮成这样啦。平常在家也是精神轰炸哦。真的。哎，你柠檬切完，放冰箱，你怎么都没有用保鲜膜？我帮你讲话，这是除臭的，对不对？对啦，对。哎，老师，洋葱有需要放在冰箱吗？洋葱不用啊，洋葱是平常是干的，它就跟我马铃薯一样，是不用放冰箱的。是到底谁每天在节目上面说自己会做菜？而且你的冰箱都没有分类，冰箱这样东西很容易会过期和它的这个生的跟那个都是对都没有分类哎。来了就要口吐莲花啦！你真的要弄一些收纳盒啦，然后你上面可以弄那种就是像是那个我们有那种标签，你起码上面可以写说，这里面有什么，大概时间到什么时候，比如说这个使用期，你可能到时候买完你就先把它写在这，不然你放在盒里面你根本看不到。对啊，你就先都把它弄好。它有好多蟹膏哦。对啊。哎，他怎么买那么多蟹膏？我们做一集计划就是到。不然这个你拿回去。真的。对啊。你放不下，我就把它清。而且它面我觉得有点放不下，你也拿去。好啊。哎，我以前以为我老婆是一个超完美娇妻。结果我想不到阿德老师才是超完美娇妻，取错人。真的，老师他喜欢。我有脏哦，你们的冰箱很脏哎，哪有脏？你这样看，我这样就省了很多空间，然后你要拿的时候，你就直接抽出来就好了啦。一定要全封的吧？这个这个真的很。底下也是收纳盒吗？我觉得都行，而且你那个菜这样子啊，你看水汽都这样，菜很快就烂掉。对，封封到没地方封了吧？你看厨房也封光光。查封确认。哦，大飞嘞，上工了啊，不是怎样要看浴室？大飞，你在啵。开水喽！别，没事，干的。躲那边干嘛？我想说先检查他这里的一些服装仪容。细缝啦，细缝。对啊。我刚趴下去发现一件事情，干净归干净，可是霉味很重。什么小什么？霉味，霉味。哇，你这不怎么样？哎，他们有这个，不是有干湿分离的，为什么你们还要那么潮湿啊？没有潮湿啊，哪有开啊？蛮潮湿的哎。我每天都有开啊。哎，你这个
巨人族的沐浴乳一定要这样做。哎，那个我差不多洗13次就洗完了。1250ml哎，差不多我就洗完了。我2个礼拜要买1罐。对啊，很辛苦。但是后来我老婆都去买那种就是洗大象的，合理。但不得不说，他整个家里是不是浴室最干净？对，但我刚刚跑家发现一个事情，又怎么了？哪有啦？这是虫吗？一只虫。哎，这是虫哎！怎么可能？你们放的吧，不要栽赃哎。真的是虫啊！怎么可能？你们那个雷洛时代的栽赃方式，不要在那边。没有，他真的是啦。阿轩家浴室开箱，画面骇人渗入。梳子上面头发也是要省着用，对不对？啊，他可能要累积成一个量，要不要做发片这样？对。为什么牙刷放在这里呀？我岳父岳母的牙刷。那他们知道好笑对不对？怎么说偶尔来，然后把它们放在脏的地方？没有吸到，没有吸到。我想真姐夸张哎！孩子，你来闻闻看这个，孩子。他真的啊！真的是虫啊！怎么可能？你们那个雷洛时代的栽赃方式，不要在那边。没有，他真的是啦。这不是我家的虫。这个虫，那是别家来。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虫，它其实是标本。哦，哎，三叶虫的标本习惯，有啦，对，好了，没了，现在没有，没事啦，哪有什么虫？标本收好了。OK，这里还有矿石。这个是什么？哦，那个是我儿子泡澡一定要放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用在谁哪里？我放好了。你儿子的为什么你儿子洗澡要石头？就是我们听了一个传说，说小朋友在洗澡的时候放一个石头进去，他胆子就会变大，所以我们就叫他石敢当。比较胆子没那么对，会胆子比较大。你们这么民俗啊？对啊。哎，小孩跟你刷背的东西，倒是挺锋利的。你刷完是不是都流血了？对，本来是白色。哎，可是我觉得你们家的浴室是干净，你看也没有什么毛发。干净啦。那个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啊，都是我在洗，干净啦。还好啦。比较脏。哦。比较脏，对不对？头发我每天都在弄，都在清的。然后，那你的那个干净啊？马桶。哎，今天你们家还没上厕所是不是？没有啊，干嘛？里面没有卫生纸啊，只有2个我们刚丢的呢。卫生纸不就丢马桶吗？卫生纸丢马桶啊。你们家上完厕所卫生纸丢马桶？对啊，那种水溶性的卫生纸。看嘛，你这种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现在都是在倡导卫生纸丢马桶。我知道，但是要你卫生纸是水溶性的。你被针对了，时代女性。真的，时代女性。对啦。卫生纸都吃下去。马桶是最脏的。来，马桶来，用手来，不要。好，尿渍，好吧。大杯，你的。大飞，你刚刚有来借厕所？对。那绝对不是我弄，绝对是大飞，因为我都坐着尿尿。大飞哦。那这就是他了。你坐为什么要坐着尿尿？我都坐着尿尿，因为身高太高会。也这其实也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有科学家说，其实男生坐着尿尿对身体好。真的啊，应该就是刚刚跟他讲穆罕默德吗？石敢当的那一位科学家。对，好像就是他，好像就是他，就是他，是不是？对。你的这个周边要清啊。对啊。其他的好像也。怎么了？我又发现了一些顺手牵羊的东西。什么？顺手牵羊？你看那个，不要这么讲。对呀，栽赃哦。对呀。都是饭店偷回来的，而且我刚刚其实有看。我先，Hello， 饭店不是偷，饭店只是我去住饭店，我用了一次浪费，我把它带回来，这个我就比较啊，老婆你看什么？这怎么这么多啊？对，这至少有30个吧。哎，不是偷啊，那是我们入住，那没有用就把它带回来。对，我们一天到晚在住饭店，是去哪一家入住？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住饭店的人，你看他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然后我对不对？我出外景，常常在住外面。对，这是节俭的好习惯。你真哇，省了一笔钱呢。对啊，带回来刷浴室啊，刷马桶啊，都很好。都好用。
我跟你讲，我们的浴室真的你找不出缺点。那你这个梳子上面头发也是要省着用，对不对？它可能要累积成一个量，要不要做发片这样？对啦，这做爱先给一些需要的人，做爱心不落人后。你为什么牙刷放在这里呀？牙刷，那是小时候。哦，那个是那是他儿子的牙刷了。不是那个是。我岳父岳母的牙刷，他们偶尔会来，然后就放在下面。那他们知道，好笑对不对？怎么说偶尔来，然后把它们放在脏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件事吗？他在今天以前都不知道。对，节目播出后我会把它带走。岳父岳母们，你们知道哦。底下就吹风机啦，还有很多的牙刷啦。你敢不敢闻一下这个毛巾？哦，不用闻，我刚刚坐在这里就很错了。今晚我想来点暗公教，没有吸到，没有吸到。我想来点夸张哎。不是说真的，小珍姐你怎么敢闻啊？我自己都不太敢闻。真的有一个味道，有一点啦。孩子，你来闻看看这个，孩子。他真的啊！有没有臭臭？那是爸爸的，乱讲，那是我儿子平常在用的，这个要洗啦。对啊，按这个窗帘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脏啦。对。对我老婆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透明的。那基本上整个厕所就是这样子，就是封起来。哎呦，好奇怪，你这样一封起来，我觉得我家突然变得好清新哎。是不是？真的，对不对？舒服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整集的重点就是大便就是很大味，所以就把它封起来。查封确认。老师，你刚刚看完他们浴室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叹大口的气耶，老师。不是，我觉得那个马桶真的要清哎，因为那个马桶你知道，马桶盖你可能只清了马桶盖，可是我刚刚那个马桶盖掀起来，那下面都是有黄垢的，而且马桶细菌超多。对，而且马桶还有一个冲水的沟缝，那边也要用刷子勾进去刷，不然的话那边的话其实也很容易藏污纳垢。有吗？你平常有勾进去刷吗？你知道我们在讲马桶的哪一块吗？饭店的牙刷就是来刷那些。有专门在刷那个的，这是刷他的头。到这个地步，不要再讲。对啊，没做就是没做。没想到吧？你今天这样子，然后浴室还有哪里？马桶之外，垃圾桶一定要装小的。比如说你平常如果去便利超商有那种小的袋子啊，塑胶袋，就不要就是拿了，然后就随便就是在充分把它利用，就可以用在那个小的垃圾袋厕所的。不然的话，像我们有些化妆棉啊什么，那个都是湿的或面膜，那些东西你丢进去很容易它会粘在那个旁边。那些东西我老婆都会丢到。面膜丢马桶，可是有一些可能不是水溶性的，不能丢。会塞住吧？对。我有一次马桶塞住，我就用那个不叽，就有那个棉花棒，然后卸妆棉。真的假的？你全部丢到那边？不行啊！就那么一次。这样真的对不行。你马桶也是刚养的马桶。对啊。哇塞！下次会不会看到他从里面慢慢？太夸张了。他还有什么要交代吗？然后梳妆台的那个镜柜，因为我发现呢，镜柜通常因为它很浅，它就是没有办法放太多东西，所以只能放我们平常日常每天在用的，比如说洗脸的啊、刷牙的啊这东西。那我发现你还有放一些像那种整包都是牙刷的，对，那些东西就不要放那边，因为那边不是储藏室，那个就拿去别的柜子放就好了。他接下来会把它拿出来放冰箱。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对啊，对。然后最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水槽下面啦。水槽下面是整个浴室里面最潮湿的地方，然后但是你在那边却放了像吹风机啊，还有他岳父岳母的牙刷。对，那个记得那么清楚啊，那个就等岳父岳母去收拾。真的。对，那吹风机这样也容易坏。为什么吹风机放那会容易坏？因为它容易潮湿，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它又会，因为它是发热的电器，所以发热的电器其实它这样潮湿，你又烘它，又潮湿又烘它，它其实很容易会坏掉。所以吹风机你建议我们是放在比如外面，不要放在外面比较好。对，然后潮湿的地方嘛。对，尽量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要放在那个位置的话，你另外就用一个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像那种文件收纳盒啊，把抽风机卷放进去之后，你下面可以铺一点白报纸，它也可以帮助你干燥。
我没差，因为他们整个家都已经被我们封掉了。对啊，所以无视于补。他们就是要搬家了。他们要搬家。对啊，今天真的你们2个有什么感想吗？我的感想就是说，我曾经以为的超完美娇妻，原来它是一个懒惰的娇妻，所以它简称就是懒惰娇妻。哦，我以为是懒娇妻呢。喂，讲出来，他硬要把这句讲出来。惰娇妻，懒惰娇妻，懒惰娇妻。哎呦，其实也是这个萱萱，因为带小孩真的也很忙。对啦，而且一整个家不是我一个责任，那应该是我们一起。对啊，因为他光是带小孩，真的，一整天你也看到我儿子他有多烦人，真的。所以他真的从眼睛睁开开始，他就对付他。没错。我老婆常常比如说洗衣服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这么辛苦，还是故意在我面前装上去。有时候真的洗衣服啊，晾衣服都要1、2点，真的要，而且你衣服都那么大件，对啊，所以就你们就不要再苛责他了。我们没有苛责他，我们只是让你看见真的面目而已。好啦，明天我会请我岳父岳母来，然后把他们的牙刷收走，顺便看他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打扫一下。不会。好了，今天这个特别企划呢，这个算成功啦，然后也希望你们2个就是，因为有小朋友，真的很多环境还是要好好注意，很多细节没有。对，这是真的。那今天没有在棚内，没有大字报，你还记得我们节目可以在哪里看？我想一下哦，可以在听妈妈的话的粉丝专页，还有 YT 频道，还有官方 IG 哦。YouTube 看不到对不对？YT 频道。没有大字报也是。这一段讲的算是没有杨森达好了。我跟你讲哦，我每次这段都会忘词哦。下次不知道是不是杨森达跟我们去了啦，还是大飞啦？好，大家观众也可以投票，希望谁跟我们去喽？听妈妈话，下次见，拜拜。